大家好，我是建明。今天想让 AI 聊聊我们为什么越来越难相信媒体，也越来越难相信彼此。这个问题啊，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在滑手机看新闻的时候，都曾经问过自己吧。讯息有真有假，立场又分得那么清楚，那种可以很轻易去相信一件事情的感觉，好像真的变成一种奢侈了。你觉得呢？嗨，建明，我想这观察点指出了问题的核心。这不单纯是一个外部世界的问题，它其实也跟我们内在怎么去处理这些资讯，怎么去应对这个世界的复杂跟焦虑是息息相关的。你说的没错。而且这种普遍的感觉其实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有数据支撑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它到底揭示了什么样的现实？你看这张图表的对比真的很强烈。根据2019年台湾社会信任的调查，我们最信任的是每一天相处的家人，还有专业的医生。可是你看另一端，新闻记者竟然有将近2/3的人是明确表示不信任。哇，这个鸿沟，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来看，这个趋势就更有意思了。你看，从2001到2019年，大家对总统、法官的信任度都是下滑的，记者的信任度嘛，就是长期在低点徘徊。但你看警察，信任度反而大幅上升了超过30个百分点。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说明了信任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和社会发生的事情产生很大的波动。没错，信任是动态的。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就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看看公众的信任是怎么样在媒体报道中一步一步被侵蚀掉的。我想大家对这个事件可能还有印象，当时真的震惊了整个社会。从一开始的网红猝事，到后来知名歌手涉案，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峰回路转，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疑点，当然也点燃了整个舆论的烈火。这就是关键了。你看左边，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是心脏骤停，但右边官方却说这是一起谋杀案调查。左边当事人说否认用药，但右边检验结果却是尿检阳性。建明，当大众同时接收到这么多互相矛盾的讯息时，你说我们到底该相信谁？我想这就是信任崩溃的瞬间。这种现象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媒体审判。意思就是在真相还没厘清之前，舆论的法庭就已经先开审了，而媒体的报道往往就变成了那份判决书。这不只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也严重撕裂了整个社会的信任感。是啊，当一个个案如此，信任的裂痕就会慢慢扩大。不如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从一个更根本的政治学理论来试着理解这种系统性的信任失落。这个理论就叫做塔西佗陷阱。简单来说，就是一旦大家不再相信你了，那你做好事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做坏事呢更是罪加一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预设为谎言。这个理论其实是源自古罗马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当时一位皇帝的观察。他发现，当权威的信誉一旦破产，就等于掉进了一个无法自我证明的恶性循环。这句话在2000年后的今天听起来，深刻的还是让人有点不寒而栗。这个陷阱的形成大概可以简化成3个步骤。第一步，一个关键事件的发生，让信任产生了裂痕。接着第二步，大家开始怀疑你说的每一句话。到了最后一步，这种怀疑就变成了惯性，你完全失去了沟通的能力，说什么都没用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这真的很可怕。而这种媒体狂热和信任的侵蚀，它造成的后果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它会带来真实而且沉重的人的代价。这句台词是出自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加害者的妹妹对着媒体记者声嘶力竭地嘶吼，这句话就像一把利刃刺穿了荧幕，也直指了问题的核心。舆论的重量有时候真的可以杀人。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日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之后，凶手的弟弟就是因为无法承受杀人犯弟弟这个标签，还有整个社会的压力，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现象被称为报道杀人，一个听了就让人心碎的名词。不过，媒体也并非只有破坏的力量。这里我想介绍一个充满希望的概念，叫做 Papageno 效应。
这个理论认为，如果媒体在报道负面事件的时候，能够同时提供解决方案、求助的管道，还有一些正向的讯息，那它其实也能扮演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带来疗愈的力量。这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在诊断的问题看到了代价之后，也看到了一丝曙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或许我们需要找到一条可以前行的路。从法律层面来看台湾的司法系统其实一直试图在言论自由和个人名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刑宽民严。刑事诽谤的门槛比较高，是为了避免大家什么都不敢说的寒蝉效应；而民事求偿就要求发言的人必须做到合理的查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那法律终究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改变必须从我们每个人自己开始。也许我们需要学会慢一点看世界。下一次，当你看到耸动标题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这几点。分享前先暂停一下，质疑一下讯息来源，试着把情绪跟事实分开。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节目介民与 AI 对话想探索的：如何在一个嘈杂的世界里重新学会思考。或许我们不能改变媒体，但能从自己开始，冷眼看表演，不被情绪带走。感谢你的收听，愿理性与理解成为我们新的信任基础。